传统的汽车加工厂竟然要跨足最前沿的 AI 伺服器跟人形机器人。老实说，这听起来简直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宇龙这家老牌精密加工大厂，现在就正站在从黑手传产向高科技核心供应链跨越的起点上。他们的 TUF1 减速机甚至让北美的巨头主动掏钱投资他们的设备。不过，先别急着被这些愿景冲昏头。跨界转型听起来很性感，没错，但资本市场看的是冷冰冰的财务数据。当我们仔细检视近期的毛利率预测与管理阶层的人事震荡，这场强势跨界的背后，究竟是下一个暴利的成长动能，还是深不见底的陷进黑洞？今天这份专题，我们就拿着放大镜，好好来对一次账。5月我们聊过上银在斜坡减速期的霸主地位，但今天要关注另一位强势转型的精密加工大厂宇龙2233。它不跟大厂拼规模化消耗战，却能让北美人形机器人巨头主动出钱投资它的设备，凭借急速送样与 NVIDIA 严苛的镜面液冷技术，强势卡位全球高阶供应链。即便6月突发人事震荡引发市场疑虑，但在消弭授权纷争、回归100% 稳定治理后，新事业的爆发力正震撼市场。你说愿景很丰满，但现实的数据可是骨感得很哦。仔细看这张2026年第一季的营收结构图，宣称要大举进军 AI 与机器人，结果最大的那块汽车零组件依然高达77%，这看起来完全就是一家高度依赖燃油车系统的传统公司嘛。更惊悚的是，过去号称高毛利的医疗事业，营收占比竟然直接掉到了0%，没错，归零。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种单一业务瞬间崩盘的状况，难道不会在新事业上重演吗？这你就外行了。医疗归零确实很痛，但这正是宇龙为何要急着换轨的铁证啊！汽车占比77%绝对不是坏事，因为他们在汽车领域打的是 last man standing， 也就是站到最后一人的战略。在燃油车对手纷纷退出的时候，宇龙反而吃下 Bosch 这些大厂的长单，甚至一路排产到2027年。说白了，他们是把传统车用当作源源不绝的现金流，用来支撑接下来高毛利利基战的研发底气。说到底气，宇龙真正的护城河到底在哪？答案就是画面上这项被称为盲配与镜面级外观的极致工艺。你能想象吗？ AI 伺服器的 NVQD 或 UQD 一冷快接头，在极高压环境下绝对不允许一丝漏液。NVIDIA 开出的标准是什么？是如同 iPhone 开箱时，萤幕玻璃不能有任何微小刮痕。这种极致的表面完整性，加上零件完全不需要特别挑选，就能完美对接的微米级盲配技术，就是宇龙花6个月就能通过 NVIDIA 严苛认证的致命武器。当然啦，微米级深孔加工确实是宇龙长期做柴油引擎喷油嘴累积的强项，但我们也得冷静想想，技术好是一回事，有没有定价权又是另一回事。高阶零组件战场上，欧美大厂像 Parker、Stobley 盘踞已久，宇龙作为 Tier 3供应商，真的能靠所谓的工艺门槛吃到预期中的高毛利吗？面对欧美与日系大厂，宇龙有胜算吗？绝对有，因为宇龙打的是一场非对称战争。你看看，相较于像 Harmonic Drive 这种深具规模但决策缓慢且高度规避风险的日系大厂，宇龙 TUF1 减速机的杀手锏叫做 Quick Turn 急速反应。美国客户说要改图纸，日常可能要跟你拖上几个月，但宇龙现在交样品只要14天，未来甚至还要挑战8到10天。对于还在快速迭代的美人型机器人大厂来说，这种极致的配合度简直是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不过速度再快，能绕过专利墙吗？日系大厂在斜坡减速机的扭力密度与寿命专利上可是有着难以逾越的壁垒哦。宇龙送样再快，最终能在2026年底的放量验证期存活下来，还是未知数。而且在我们大谈4天送样优势的时候，也许该面对一下那份残酷的法人对账单了。来看这份最真实的成绩单。2024年，宇龙的 EPS 高达 10.96 元，但到了2025年 ，EPS 直接雪崩式掉到了 6.70 元。2025全年营收 32.75 亿，完全没达到原本设定要追平2024年规模的预期。先前在法说会上画的大饼，在获利数字上可以说是直接跳票了。数字确实不好看，但我们得搞清楚这场雪崩背后的真正原因。根本原因就藏在这份财报里。2025年第2季开始，宇龙的高毛利主力丹麦大厂诺和诺德的胰岛素注射笔订单直接趋近于零。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库存调整，而是非常残酷的世代材料交替。客户新一代产品全面转向塑胶件，彻底淘汰了宇龙的金属精密件。
失去了这个毛利率最高的产品线，直接导致宇龙2026年第一季的毛利率跌到了27.59% 的低点。没错，医疗业务确实是被塑胶件结构性歼灭了，但你知道吗？连他们原本要给医疗专线的台中新厂，现在都果断清空，全面转给减速机和机器人组装用，这才叫真正的断尾求生。而且旧的去了，新的爆发力更强。大家最关心的 AI 伺服器液冷快接头，原本预计2025年底量产，确实稍微迟到了。但这份迟到是因为 NVIDIA 面对 GB200 或是 C300 高功耗架构，疯狂修改图纸，对镜面无刮痕的要求达到了变态的程度。好消息是，宇龙挺过来了，目前已经正式通过认证进入量产爬坡。这可是高单价、高利润的狠绝脚。公司已经明确设下目标，2026年 AI 液冷相关营收占比要直接挑战10%，毛利率的回升就全靠这把火喽。听完刚才针对宇龙转型阵痛与新事业爆发力的深度剖析，你应该能感受到这家公司正处于从传统硬体向 AI 机器人供应链跨越的关键起点。接下来我们将解开最敏感的经营权风暴，以及宇龙如何与信邦联手，在机器人三国志中杀出重围的战术真相。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不管这份专题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深度内容。好了，我们来谈谈比财报更棘手的问题——公司治理的诚信记录。2026年6月下旬，市场突然爆发管理阶层大地震的传闻，甚至海外子公司中国厂的董事长直接改由大股东担任。大股东申兴与三洋工业和专业经理人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权力摩擦，在赴美设厂这种关键转型期，出现决策多头马车，这可是投资人绝对无法容忍的治理风险哈。哎呀，茶壶里的风暴已经平息啦！你看，7月法说会上，总经理蔡明东可是直接回任董事总经理，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号。大股东和经营团队经过深度交心，达成了100%充分授权的共识，不是85%，也不是99%，是100%。他们导入了可量化、可衡量的 KPI 检标管理，该走董事会程序的就乖乖走。最重要的是，美北指标大客户一看团队稳住了，立刻重启了 Kick Off 研讨会，这说明客户的信任已经全面回归了。信任回归是一回事，但在机器人市场上，宇龙凭什么赢？我们把宇龙放进机器人三国志来看，上赢打的是一条龙规模化消耗战，成本控制极强；大赢为拥有不可替代的电机大脑。宇龙作为一个新进的自有品牌 QF1， 如果只卖单一减速机零件，会不会在未来的规模化价格战中直接被杀得血本无归？这就是宇龙最聪明的地方，他们不跟你单挑，他们选择打群架。宇龙找来了信邦结盟，机器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单一齿轮，而是会动、会传输讯号的关节模组。宇龙拿出 TUF1 减速机负责机械硬体，信邦拿出高阶电子线束与北美通路，双方直接以整套次系统模组向北纬巨头报价。这招直接避开了单一零件的内卷杀价，还能在减速机里植入晶片，做到温度、震动的故障预警，再叫机电一体化的非对称战法。战略听起来很完美，但有具体的送样数据支撑吗？毕竟没有数据的蓝图只是海市蜃楼。答案是肯定的，请看这个数字：55件。目前宇龙的行星减速机已经有高达55件送样，这还没完，最难的斜坡减速机有26件正在开发，送样6件，就连机电一体化模组也有6件进入送样阶段。这些可是实打实的专案进案量，全面覆盖了从机器人零小手到大关节的所有需求。就算订单看到了，赴美设厂的高昂成本也是个巨大的财务黑洞。宇龙说，台湾先行，未来设备再一转，这是不是缺乏精确时程表的拖延战术？在重资产的压力下，要怎么保证台湾股东的权益不被海外黑洞给侵蚀掉呢？这你就低估他们了，这可是布局最高潮的终极风控。宇龙弄出了一招叫做 CAPEX 共同投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美客户为了绑定宇龙的产能，主动掏钱买下那些最贵的关键生产设备，宇龙出技术、出管理，客户出钱买重资产，而且初期先在台湾生产，等美国厂盖好再移转，极大化降低了建厂期的空窗风险。至于你担心的美国昂贵人工成本，宇龙的终极愿景是无人化智能工厂，因为他们拥有微米级盲配技术，未来的美国厂将直接导入客户生产的人形机器人来组装宇龙的精密零件。用机器人组装机器人，这不仅解决了劳动力成本，更是为客户提供了一个最棒的应用火力展示场。愿景很科幻，但身为投资人，我们必须把双脚踩回地板。客观评估，这套剧本依然隐藏着4大风险。第一，
医疗业务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单一材料的代际变更可以瞬间摧毁100亿营收。第二，美国厂的建制期依然缺乏明确的完工时程表。第三，人形机器人的真正商业化放量时点，市场仍有极大分歧。第四，透过 CAPX 共同投资，等于将命脉重度押宝在特定的北美单一巨头身上，客户集中度风险极高。说到底，这是一场高难度的走钢索，一边要紧紧抓着正在萎缩的燃油车市场，执行 last man standing 榨取最后的现金流，一边又说要把汽车占比降到50%到55%，全力压住 AI 散热与机器人。这看似矛盾的双轨策略，实际上是对时间点的极限赌博，用汽车的稳定现金流来养机器人与 AI 散热的爆发力，用客户的资金来建构美国的产能护城河。宇龙能不能在技术被颠覆前完美跨越这个转型期？这份考卷的最终答案就藏在即将到来的放量数字里，究竟是深渊还是星辰大海？我们拭目以待。